我的丈夫唐宇浩和小三开房，被抓了。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说唐宇浩让我去做证明，顺便把他们俩捞出来。我冷笑2声，不好意思，警官同志，我没空。说起来，他们能被误伤到，还多亏了我呢。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3天前，我告诉唐宇浩我要出差几天，唐宇浩巴不得我在外面，所以不疑有他。而我正是故意借出差之名，给他和许青青留出作案时间，加上前不久我在许青青面前有意无意夸奖了新开的一家小众酒店，还说有机会要带唐宇浩一起去享受。我知道，以许青青平时什么都要和我争高下的心态，一定会去这家酒店的。只是没想到这2人如此急不可耐，我前脚刚离开荣城，后脚就开始厮混。不过这倒是为我的计划提供了不少便利。把玩着手里的手机，唐宇浩啊唐宇浩，既然外面的野花这么香，那你就守着野花过一辈子吧。我简直是这天下最善解人意的原配了，给自己的丈夫和小三拉郎配。我将提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发给唐宇浩，签字。唐宇浩过了许久才发来消息，要我净身出户。叶文，你想得美。意料之中，我无所谓的笑笑。唐宇浩，这才刚刚开始呢。只是千算万算没算到，唐宇浩居然将我们婚房门锁的密码改了，还把我的指纹删了。我拖着几个行李箱站在门前，听着冰冷的女声一遍遍地报密码错误，请重新输入的时候，是有点佩服唐宇浩的。我耐着性子给他打了3次电话，持续敲门好几分钟后，果断给开锁公司打了电话。开锁师傅来得很快，也很敬业，要我证明我是这户的主人，才肯给我开锁。好在我提前把保安叫了上来，叶小姐确实是1806的业主。对，小叶一直住这里，我们都知道的。师傅开锁很快，没一会儿门就打开，唐宇浩一脸不可置信地站在鞋柜前面。你怎么进来了？你不会不知道有项业务叫开锁公司吧？我看他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傻子。小唐，你在家怎么不给你老婆开门啊？就是啊，小唐，害得你老婆费这么大劲哟。我在睡觉，没听到。面对众人的指责，唐宇浩开始找借口，还不忘对我挤眉弄眼。唐宇浩这人好不容易从农村飞出来，一路考上大学读到博士，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他不希望我们之间的矛盾闹得人尽皆知，而我偏不如他的愿。你是睡死过去了吗？我打电话不接，拍门也听不到。该不会是什么金屋藏娇的戏码吧？本来都看完戏，准备各回各家的邻居纷纷又探出了脑袋。叶文，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自己出去野了3天，回来就冲我发疯是不是？被戳中心思的唐宇浩已经毫不顾忌形象地开始嘶吼。叶文，你不想好好过日子，我还想呢。你想好好过日子，说出去真是能把人大牙笑掉。文啊，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你这是干什么？小叶啊，小唐他也不是故意不开门的，你就别的理不饶人了吧？是啊，闹这么大动静，也影响我们休息啊。唐宇浩一听这么多人帮他说话，得意地拿鼻孔看我。我懒得理他，一把推开他，直接在屋子里找了起来。直到我把许青青从衣柜里救出来，甩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才慌了神。叶文，你别太过分，你私自拆锁，小心我报警告你私闯民宅。唐宇浩脸上越发挂不住。私闯民宅？
谁的宅？你的吗？唐宇浩，你放狠话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好不好？我从包里掏出房本，房产证上的名字，不需要我给你念念吧？我爹干别的不行，投资眼光倒是毒辣得很。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以我的名义给我投资了10套房。我和唐宇浩的婚房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在众人吃瓜看重的注视下，唐宇浩脸涨得跟猪肝色一样。叶文，你有钱就了不起吗？评理评不过，开始耍无赖。唐宇浩，我有钱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偷吃都舍不得花钱去酒店，挺了不起的。唐宇浩仍想辩解，但他下意识地护住许青青的动作早就说明了一切，完全遮挡不住许青青露出来的部分。我倒是没有看猪肉表演的兴趣，我挥挥手，快点收拾东西，从我家滚出去。就算房本上没有我的名字，我们是夫妻，我总能住吧？唐宇浩梗着脖子。是，你是能住，但从你背叛我，背叛这个家，和许青青搞到一起去之后，你就没有资格住了。你前几天是什么原因被抓到派出所去的？不需要我告诉你吧？如果你不想因为私自篡改他人住所门锁的密码而再去警局喝茶的话，就赶紧带着你的好妹妹从我家消失。一听唐宇浩和许青青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周边邻居都在窃窃私语。唐宇浩受不住，正准备走，许青青却拉住他，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只见唐宇浩有点迟疑，但还是装作理直气壮的样子开口：房子是你的没错，但这里面有家具是我买的，我要带走。扑我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喂，是货拉拉吗？我这边需要拉货，地址是蓝天公馆1806，对，就现在。在等货拉拉的间隙，我让唐宇浩列了个清单。好家伙，小到他买的锅铲都在上面，电视机、音箱、马桶刷东西全了。青青，我们走吧。等一下，师傅，麻烦您把主卧的床也搬出来吧。唐宇浩，许青青，这床就当我提前送你们的新婚礼物，全牛皮的哦，希望你们使用愉快。说完也不等他们反应，啪的把门关上。他俩用过的床我才不要呢，不仅恶心，更怕得病。解决完一切后，我看着被洗劫过一样的屋子，没来由地感到疲惫。这房子我不打算要了。回忆起我和唐宇浩在这里生活几年的点滴，又想到他把许青青带回来鬼混，我就阵阵恶心。哥，帮我把蓝天公馆的房子挂到网上卖吧。我哥，荣成数一数二的科技公司的 CEO， 也是荣成数一数二的妹控，在得知唐宇浩的破事后，一改往常斯文的形象，准备来揍人，硬是给我拉住了。好，回头我让郑秘书去办。你今晚回家住吗？不了吧，我怕爸妈担心，我回碧水湾住。好，有任何需要给我打电话。另外，我估计唐宇浩离婚不会那么爽快，律师帮你找好了，最擅长打离婚官司，电话我发到你手机上了。没想到我哥一语成谶，我一觉睡醒，就看到唐宇浩发来的消息：叶文，给我500万，我就同意离婚。好家伙，这算盘打得我在大西洋都听到了。我照照镜子，难道我看起来很像大冤种？那就走诉讼吧。恋爱结婚这么多年，我还是了解唐宇浩的。对他来说，什么都没有面子重要，更何况他还处在博士毕业找工作的阶段。要是被老婆爆出来出轨、吃软饭等丑闻，那他多年来的努力和伪装不都付之东流了？果不其然，消息发过去没一会儿，唐宇浩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我正做美容呢，不想因为这个渣人影响心情，直接没接。唐宇浩那边大概是急得很，
隔几分钟就一个电话，隔几分钟就一个电话，就差没把我电话打爆了。什么事？我明知故问。叶文，你太恶毒了。唐宇浩，如果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骂我，那我就挂电话了。等一下，我不准你走诉讼。呵，唐宇浩，你自己听听，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我满意的看着新做的美甲，故意拉长声调。叶文，我们聊聊吧。这还差不多，求人就要有求人的姿态。明天下午3点，濮阳律师事务所。我可不信唐宇浩就这么被我唬住了。我也算是小富婆一个，唐宇浩绝不会这么简单就净身出户，不当着律师的面聊，我还真不放心。唐宇浩来的时候，有种夹着尾巴做人的感觉，气焰完全不像搬家具那天。和他一起来的也是位律师，看见我的律师后，更是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叶文，我们2个从相识到结婚这么多年，也没必要把事情做绝，对吧？唐宇浩略带讨好的试探我。我一脸无辜。唐宇浩，把事情做绝的是你，不是我。文文，你想想当初我们2个多美好，你生病了我照顾你，大晚上你想吃什么东西，不管多远多冷我都给你去买。我是真心爱过你的，文文。唐宇浩像是得了什么高人指点，一改之前的针锋相对，开始打感情牌。然而这些只会令我无比恶心，点点滴滴仿佛都在嘲弄我当初眼睛有多瞎。唐宇浩，奥斯卡不给你个小金人都对不起你这精湛的演技，别假惺惺的在这演了。500万离婚费，你想都不要想。唐宇浩一怔，恼羞成怒。叶文，我怎么了？你出轨在先，谁给你的脸在这里跟我讨价还价呀？你当我这儿菜市场啊？唐宇浩脸涨成猪肝色，转头示意律师说话。叶小姐，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出轨？我有必要提醒你，偷拍的所有视频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你外传这些未经我当事人同意拍摄的视频的话，我们还会依法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唐宇浩一听，腰板挺得更直。叶文，听到没？法盲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我都快被这2人逗笑了。我的律师收到我的眼神示意，用比他们更加严肃正经的口吻说道：唐先生，我当事人那天将许青青从衣柜里救出来，邻居们都看到了，这是几位目击证人的证词，以及你们抱在一起的照片，这是你和许女士的微信聊天记录，这是你情人节、520等节日给许女士发红包的转账记录。唐宇浩刚缓下来的脸色一度涨红，控制不住就要夺走桌上的证据。你大可以都撕毁掉，我们复印了很多份。他的律师赶紧按住唐宇浩。叶女士，微信聊天记录这种东西的证明力度非常弱，真到了法官面前不一定会有效。就是说，谁知道你有没有造假？唐宇浩，聊天记录我们是录屏的，同时进入了你和许青青的朋友圈，证明了你2人的身份。你们聊天记录里的语音、视频、图片我们都有点开，不存在造假一说。没错，上述证据我们已经都交由公证处公证过。我的律师面无表情地补充。虽然这么说，但这样的证据交上去，法官也不一定会认为我的当事人出轨。不得不说，唐宇浩这律师请得不错，多敬业啊！这会儿还在这死鸭子嘴硬。那你们认为，在公安局的笔录和检讨书算不算有效？够不够证明唐宇浩出轨呢？我一脸真诚，非常虚心请教的样子，而唐宇浩和他的律师却在一瞬间面如菜色。唐宇浩和许青青在酒店寻欢，
结果被扫黄打非的警官给抓局子里去了。其实一般情况，警官不会犯这种错误，主要是这两人被抓的时候一脸慌张，唐宇浩还一个劲儿地把许青青往外推。哪个好人家的情侣或者夫妻能干出这事儿啊？可不得被逮走吗？被抓进去后，唐宇浩第一时间想找我来给他做保。在他看来，我是一个深深迷恋他、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女人。即便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强硬地冲我吼两嗓子，我也不会怎么样。被我拒绝后，唐宇浩又辗转找了好几个同学给他做保，留下了笔录，还被警官叔叔一顿训斥，坐那儿乖乖写了1500字的检讨书。其实这检讨书倒也不是公安局的硬性规定，只不过我哥跟在局里的警官朋友打个招呼，那就不一样了。出轨证据分分钟到手，这白纸黑字，上面还有唐宇浩和许青青的亲笔签名加红手印，真是想假都假不了。我有点同情地看着唐宇浩，唐宇浩双眼通红，恶狠狠地瞪着我，恨不得把我给吃了。我才不怕他呢，自食恶果罢了。唐宇浩的律师把唐宇浩拉到会议室外面，嘀嘀咕咕，铁证如山了，搞不懂他们还挣扎什么。我费解地摇摇头。叶文，是我有错在先，但这么多年我对这个家也不是没有付出的，给我100万，我就签字。付出什么？房子是我爸妈买的，物业费、水电费都是我交的，家里和我的吃穿用度都是我掏钱。你身上这件衣服还是我买的呢。你付出的那些锅铲、马桶刷不都带走了吗？我一脸不解。这回儿子跟我打什么感情牌？我手上捏着他出轨的铁证，还能轻易放过他不成？渣男就该一辈子被钉在耻辱柱上。叶小姐，我的当事人对这个家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无法用有形的东西衡量的，你也希望好聚好散，对吧？20万就当我扶贫了。唐宇浩刚想说话，被我挥手打断，别跟我讨价还价，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法院见。唐宇浩脸憋得像猪肝，咬牙切齿道：叶文，算你狠，20万就20万，我们走着瞧，走着瞧就走着瞧，要不是为了走着瞧，我可是连着20万都不会给你呢。1个月冷静期过后，民政局门前，我看着新鲜出炉的离婚证，犹如新生。我哥说要给我庆祝庆祝，于是我带着一大帮人回到了我爸妈的别墅，烧烤、唱歌、喝酒，好不热闹。8点多，大家吃的差不多，准备换地方去蒸桑拿的时候，一个黑影从侧边窜到了我跟前，我防不胜防，劈头盖脸就被呼了一巴掌。你是谁？你干什么呢？这谁呀？怎么打人呢？这会儿正是住户散步遛狗的时候，小区的道路上人还不少，大家一看这阵仗，纷纷七嘴八舌起来。我捂着有点吃痛的脸，转过头一看，哟呵，这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前婆婆，唐宇浩的妈妈钱美香。阿姨，好久不见呐，从村里过来是不是饿了？饿了你直说呀，我们这儿还剩不少菜，你不用上来就打人呐。我一脸关心的样子。我呸！你这个小贱人！我们家唐宇浩跟你好这么长时间，你离婚就给他20万，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唐宇浩妈破口大骂。阿姨，你儿子出轨，按理是该净身出户的，是我心善，我还给他留了20万呢。我发誓我的语气真诚的不能再真诚了，你们要是觉得少，那就把20万还给我吧。唐宇浩妈气得全身的肥肉都在颤抖。你说我儿子出轨，我还说你出轨呢，不知道跟多少男人过了，我儿子娶你，真是倒了800辈子霉了。
我好几个朋友一听钱美香这满嘴的污言秽语，气得想打人。我哥一边拉住他们，一边小声安抚我：“文文，别冲动，我已经报警了。”我点点头，我可不敢碰钱美香啊，看她气得全身发抖，我都怕她一口气上不来撅过去，回头再赖我头上，碰瓷我可咋整？阿姨，你儿子出轨那是铁证如山，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爽快的离婚，不是？至于你污蔑我，我友情提醒你，造谣是要负民事责任的，再有下次的话，我可是会报警的哦。唐宇浩妈气得脸色发白，张牙舞爪的恨不得吃了我，但碍于我哥和几个大块头的朋友挡在我前面，他只好一坐下，开始鬼哭狼嚎：“老头子啊，你在天上看看吧，咱儿子命苦啊，娶了这么个恶毒的老婆呀！我的儿跟他好了这么多年，转头20万就给打发了，我儿的青春被狗吃了呀！”噗！我真的快被他这浮夸的演技、矫情的台词给逗笑了。四周不知道前因后果的吃瓜群众纷纷开始指责我：“老叶夫妻挺好的人，怎么女儿是这样的？叶文小时候看着多乖的孩子啊，现在……哎，是啊，我见过老叶家的女婿，挺好的人啊，逢人就打招呼，挺有礼貌的孩子。现在这个社会最不缺的就是自以为知晓了真相的看客、键盘侠。”我冷笑，懒得理会。唐宇浩妈却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一样，嚎得更起劲儿了。有钱了不起呀，就可以随便践踏我们这些苦命的穷人了呀！我儿子博士毕业，马上就能有体面的工作了，是你叶文高攀了，知不知道？你看看你，30几岁的人了，到现在还在做什么自媒体，不正经的工作。我们家浩浩能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叶文，别的不说，当初结婚我家给你买的3金，你得还给我们。都已经听到这里了，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制作不易，我们故事继续。3金？什么3金？我妈不提醒，我还真想不起来。阿姨，你是说那加起来5克左右的碎金子吗？5克怎么了？不也是我们浩浩花钱给你买的？再说了，除了金子，当时不是还有2条被子，你也一并还给我们家，还不上就赔钱。那可是我们家祖传的被子，盖了能生儿子的。你看看你这不争气的肚子！唐宇浩妈越说越眉飞色舞，跟说相声一样，向看热闹的人介绍他是如何把唐宇浩拉扯大。唐宇浩又是多么的有出息，而我简直是十恶不赦的大恶人。人越聚越多，一些和我们家关系不算融洽的邻居开始趁机落井下石。好在我哥动作快，带着几个人翻箱倒柜的把芝麻点大的金子和散发着霉味的被子找了出来。快点拿上你的东西走人！我哥满脸嫌弃。唐宇浩妈的本意是想讹钱，没想到我们还真把东西给找出来了。只见他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几下，不止这些，还有金条，10根100克的金条呢。叶文，你这个小贱人，是不是偷了我们家的金条？哎，这怎么回事儿？这老太太怎么嘴里塞开塞露，张口就拉呢？估摸着警官也快到了，我也懒得费口舌，站一旁看他演戏。怎么回事儿？谁报的警？警官同志，我报的警。这老太太在我家门口撒泼，还打了我妹妹一耳光，这会儿还在造我妹妹的谣。我很配合的把已经又红又肿的半边脸给警官看。警官看了一眼唐宇浩妈，他前一秒还在嚷嚷，下一秒锁在一旁，抖得跟得了帕金森似的。你们几个都跟我回所里，有什么情况坐下来说清楚。派出所里，我跟我哥还有我妈坐在一边。没一会儿，唐宇浩和许青青也到了，跟钱美香坐在一起。叶文，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儿，我妈这么大年纪了，你折腾她干什么？唐宇浩怒目圆睁。大哥，你搞清楚，是你妈在我家发疯，还打了我，你这人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安静，吵什么吵？这里是派出所，有话好好说。眼看着唐宇浩要发狂，警官及时制止住。警官同志，就是这个女人偷了我们家的金条，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你金条放在哪里的？放在我儿子那边的。对，一直是我儿子保管的。妈你，唐宇浩显然也不知道他妈突然来这么一出，但碍于他妈不停的使眼色，对，是我保管的，一直在我跟叶文的婚房里，他偷走了。看着这母子二人颠倒黑白，我不禁感慨，唐宇浩是跟我离婚，又不是跟脑子离婚，怎么说话办事跟个智障一样？我看向警官，从包里掏出唐宇浩当初收拾东西滚蛋时候列的清单，说明前因后果后，还不忘提醒警官同志，这清单如此细致，小到马桶刷都有，总不至于忘记最值钱的金条吧？诺，这儿还有唐宇浩的亲笔签名呢。想当初，我就是怕日后有什么幺蛾子说不清，特意让唐宇浩签字画押。警官还在仔细查看清单，唐宇浩和他妈已然坐不住了，尤其是唐宇浩妈，伸手就想夺过去撕掉。警官同志，我这里还有些单据，不知道用不用得上。一直没说话的我妈徐开口。这是当初结婚时唐家的彩礼单子，上面只有5克黄金和2床被子。这是我们家的嫁妆单子，上面确实有10根金条，这是我当时给女儿买金条时的发票收据。要不是在警局，我都想给我妈鼓掌了，居然很有先见之明的把这些东西保存得如此之好。想当初，我跟唐宇浩说就别弄什么彩礼单子了，结果他家非要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在村里他家备的彩礼已经是很丰厚了，我不同意他家准备彩礼单子就是瞧不起他家。这下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办案讲究个证据，警官一看我们这边证据齐全，而唐宇浩家只知道像个疯狗一样乱咬，心里明白了一大半。警官逮着唐宇浩和他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顺便给他们普了普法。两人站在那儿，低个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但能看得出憋一肚子气。出了警局，两人立马跟国粹变脸一样。叶文，你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我妈身体不好，你还这样气她？你妈身体好不好关我什么事？再说了，她打我的时候劲儿挺大呀，她好歹也做了你几年的妈，你就不能对她宽容一点吗？唐宇浩仿佛水嗓门大水有理一样。我要是对她不宽容，她还能全虚全倚地站在这儿？哥，我脸好疼，头也有点疼，你送我去医院照个 CT 吧。唐宇浩，你也一起吧，毕竟这医药费。我话还没说完，唐宇浩拉着他妈落荒而逃，还不忘说落他冲动行事。倒是许青青走之前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挑眉，忘了这个人物了嘿。我是一个有100万粉丝的美妆博主。唐宇浩被抓到局子里去的那天，我原本就要出差和品牌方对接一款精华。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这款精华确实效果不错，而且我也在品牌方那边拿到了全网最低价，今晚正准备直播带货。我做美妆博主的本意是为了和大家分享美的妆容、好用的东西，所以平时很少带货。只有试用过后真的好用的东西我才会接推广。粉丝们了解我的性格，每次带货都非常给力，今天也不例外。文总终于又推广了，买！
相信文姐的眼光，已下单，跟着文文买，省钱还不出错。弹幕一水儿的好评，我开心得看着销量蹭蹭的往上涨。大家别信他，这个精华一点都不好用，骗子！恰烂饭的无良主播，这个精华我用了之后过敏爆痘，主页有图有真相，大家可以去看。上次我就在叶文直播间买了他推荐的面膜，用完脸就过敏泛红，害得我去看医生，吃了好几天药才好。和谐的直播间里突然涌进来一波恶评，纷纷指控我违背良心接广告，卖假货赚黑心钱，甚至还有人身攻击。有一些理智的路人和粉丝的站出来帮我说话，但很快就被刷过去，弹幕一片污言秽语。当晚，叶文100万美妆博主卖假货的词条就上了热搜，直播平台也联系我，让我暂停更新几天，等风头过去。同时，我那科技新贵的哥哥顺着网线找到了这些恶评的来源，果然是有人花钱买的水军。我哥又花双倍的钱从水军那里套出了背后主使和他们的聊天记录。不出我所料，是许青青。我停更了几天，网上的声音并没有小多少，甚至有一部分粉丝也开始质疑我卖假货，现在只敢做缩头乌龟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忙着和品牌方商量对策，还要抽空督促我哥整理出每一个水军的 ID， 哪有时间更新啊？事情发生的第5天，我、直播平台、品牌方、濮阳律师事务所同时发表了声明。叶文 V 清者自清，配图每一个推广产品，我在试用期间记录的感受、皮肤的变化等。直播平台不忘初心，配图我和他们的聊天记录，里面明确表示了我不会频繁接广告。品牌方风雨同舟，配图好几张我顶着大太阳，我冒着大雨在工厂里参观调研的照片，还有我反复和他们确认成分、商量价格的截图。濮阳律师事务所更绝，直接几张长图，全是发给水军 ID 的律师函。当然了，第1张是发给许青青的律师函。几张图一发，网络上又炸了。憋了几天不敢替我说话的粉丝纷纷冒头，我就说叶文不会做这种事。叶文可是荣城富豪排行榜 Top 3的千金，完全没必要恰烂钱啊。就是说，那个说有图有真相的，我去看了一眼他的图，水印都被盘包浆了。对呀对呀，叶文上次推荐那个粉底液，我大干皮用着真的是滋润，关键还扒得死死，到晚上都不脱妆。那个许青青好像有点眼熟。你这么一说，是有点，是不是情侣区的 UP 主啊？情侣区的 UP 主跑来泼美妆区 UP 主的脏水干什么？感觉有瓜，感觉要有事情发生，蹲一下。我满意的看着大家的讨论，真是大快人心。叶文，你为什么要这么对青青？现在网上的人都在骂他，你满意了吗？唐宇浩带着许青青堵在我家门口，我好像还不太满意。你，青青她从小没有妈妈，非常可怜，你就不能有点同情心？所以呢，这就是他偷人、造谣的理由。我是真的看不懂唐宇浩的脑回路，你弱你就有理。他也是为你好，你做主播这么久就没有接过假广告吗？他这是提醒你，你别不识好歹。唐宇浩义正言辞，许青青在一旁柔弱不能自理的样子，看得唐宇浩更加心疼。许青青，唐宇浩不知道，你自己心里可是门清。今年过年，你跟着钱美香来我家住，可是顺手牵羊走了我不少大牌化妆品吧？我没有，唐宇浩哥，我没有。叶文，你别血口喷人，
唐宇浩指着我鼻子：“你那些化妆品能值几个钱？青青还用得着偷你的？你没有吗？”我6000多的反重力精华，1万不到的面霜，将近2000的眼霜，还有几个上万美容仪，难道不是你拿的？我直接跳过唐宇浩，掰着手指头一一数给许青青听。你也别急着否认，我这人喜欢囤货，所以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但凡买个化妆品，我都会记录编号和购买时间、生产日期等等，防止时间放长了会过期。不如我们现在去你家看看你在用的化妆品的编号。刚刚你的好哥哥说什么来着？不值几个钱。就我上面说的这些，恐怕都够你吃几年牢饭了吧？其实我早就发现许青青会偷我的化妆品了，从香水、口红开始，越偷越贵。当初我念着她是唐宇浩的继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许青青被我说得涨红了脸，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字。唐宇浩见她这样，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青青是我妹妹，你当初是她嫂子，她用怎么了？全身上下就嘴硬。所以呀，我不是没计较吗？麻烦你们得了便宜就夹紧尾巴做人行吗？上赶着犯贱是怎么回事？说完我也没等他们反应，直接坐电梯走人了。谁知道没几天，许青青用直播账号发布了一条视频，大意是她和唐宇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我硬要在他们之间横插一脚，用钱勾了唐宇浩。而现在我对唐宇浩腻了倦了厌烦了，又把他和唐宇浩像臭脚布一样甩掉。叶文，我看你怎么翻身。许青青就像一条藏在深处的毒蛇，终于吐出了她的信子。网友对于小三这样的字眼无比敏感，还有些有仇富心理的人上来就在我各种账号下面一通咒骂。更有人臆想出了我是靠爬富商获得的财富自由，再用这些肮脏的钱去拆散可怜唐宇浩和许青青这对可怜的男女。叶文的钱来得干净不干净还不知道呢。哪个大冤种干爹啊，快来管管你的小情妇，他可是用你的钱去拆撒人家有钱呢。叶文看着就很假正经的样子，还成天说什么自己不接广告，我呸！吃瓜群众这想象力丰富的，不去写小说真的可惜了。一些有类似经历的女孩子更是和许青青疯狂共情，在评论下面掏心掏肺地安慰她。我只在微博发了一句话：和继妹搞一起，恶不恶心？也不管微博下面的讨论，我订了张机票去了海边散心。这么多年的感情，就算是眼瞎，我也是真心付出过的。这么一出又一出的折腾，真的是令人恶心。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唐宇浩的。大学的时候，我被他的温文尔雅吸引，拉着全家给他倒贴，他的吃穿用度，哪一样不是我出的钱？不是没有人劝过我，但我总天真的认为爱能胜过一切，坚信友情饮水饱。我是什么时候发现唐宇浩出轨的呢？那还真得感谢许青青，他要不做这情侣 UP 主，可能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许青青的主播账号和她的微信同名，再加上她会时不时露个脸，所以第一次刷到的时候，我就确定是她。当时看到她发的情侣视频，男主角从来没有露过正脸，我还一度有点担心，怕他被骗，又担心唐宇浩嫌我多事，才忍着没说。直到有一次，男主角露出了一部分皮带的样式，让我起了疑心。那是我送给唐宇浩的生日礼物，是国外一个顶奢品牌的最新款，国内还没有上市，我也是托了好多人才买到的。有了这个疑点后，我又把许青青发布的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男主角很多角度看上去和唐宇浩确实有相似之处。
从那之后，我格外关注唐宇浩的手机、行车记录仪等，果然被我抓到了实锤。从来都没有以德报怨这样的事情，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我已经为我当初的识人不清付出了代价。唐宇浩、许青青，你们也一样。叶文，你寄了什么东西给学校？我刚回荣城，唐宇浩就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没什么，就是你出轨又在外面泡的证据罢了。我四两拨千斤。唐宇浩在电话另一端疯狂的咒骂，言语之脏不堪入耳。我直接掐断了电话。没错，今天是唐宇浩留校任职公示的最后一天，而我掐着时间点将掌握的所有证据寄给了唐宇浩的学校。我一直在等这一天，没有哪所学校会招这样人品不端、行为不检的老师，唐宇浩也不配为人师表。我忘了说，我还将唐宇浩硕士、博士论文找人代笔的证据一并寄了过去。唐宇浩的前途算是完蛋了。寒窗苦读12年，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走出大山，不懂珍惜，丢了初心，被这繁华迷了眼的人，终究也是要被这繁华狠狠折一口的。1个月后，调查结果出来，学校通报了唐宇浩的事件，撤销了对他的聘用，吊销了他的硕士、博士毕业证和学位证，同时将对他学术造假的行为进行起诉。等待唐宇浩的恐怕只能是铁窗泪。许青青约我在咖啡馆见面，我去了。她看起很不好，脸色无比苍白，装病之人最终弄假成真，也是挺讽刺的。你一定很得意吧？她咬牙切齿。一点点吧，你们贪图爽的时候就该想到有这天。他的证据是你发给我的吧？许青青握紧双拳，死死盯着我。你还不算太蠢，他说过他只爱我一个人的。叶文，他说他根本不爱你，你只是他的取款机罢了。到现在还相信唐宇浩的信誓旦旦，许青青真的是没救了。许青青，你以为你很了解唐宇浩吗？他最爱的是谁，你知道吗？不是我，也不是你，是他自己。从你们那天在酒店被抓，你就该知道，他真的在乎你会把你往外推。再说了，这是大多数嫖客的下意识反应，好吗？我的厌蠢症都快犯了。所以，从那时候起，你就知道了。是的，在那之前，我和唐宇浩已经很久没有过夫妻生活了。每次我想要亲近他的时候，他总是用作实验忙，写不出论文，这样那样的借口搪塞我。所以唐宇浩的反应立马让我察觉出了不对劲，便让我哥暗中派人跟着唐宇浩。为此，我在谈离婚的时候还特意给他留了20万，就是为了让他把这罪名坐实。唐宇浩果然没让我失望，被我抓到了不少证据。走的时候，许青青一脸失魂落魄，但我丝毫没有同情她。当天晚上，我转发了学校对唐宇浩的处理声明，许青青也在网上向我道歉，并注销了他的账号。真会玩。许青青把恰的钱都给我吐出来，我当初真是眼瞎了，居然会觉得他们很甜。闻闻好样的，狗男女有多远滚多远。听说许青青回去后，因为这个事情和唐宇浩对峙，激怒了唐宇浩，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唐宇浩不慎推了许青青一把，许青青撞在柜子上，大出血，孩子没了，并且子宫受伤严重，要摘除。很狗血，但活该。这大概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吧。唐宇浩妈还不死心的给我发了几次消息，内容无非就是难听至极的咒骂。我给他回了条消息后，就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我问他嘴巴这么臭，是不是想去牢里陪你儿子？我抽空去见了唐宇浩一面，隔着铁窗，我问他满意我给你安排的结局吗？
他一瞬间被我气得青筋暴起。叶文，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是啊，我冲他灿烂的一笑。他出轨这件事，我本可以和他好聚好散，但是从他罔顾人命那时候开始，我就发誓一定要他付出代价。小时候，我爸妈生意忙，根本没时间照顾我和我哥，是奶奶把我们带大的。我们和奶奶的感情非常深厚。奶奶上了年纪后，身体器官日渐衰竭，又不慎染了流感。就在我陪着我爸妈在外地寻医问药，我哥在国外教授商量的时候，医生说奶奶突然不行了，一定要找到一种特效药，才能勉强维持。这种特效药国内不多，而且要在5小时内服用。找了很多人脉关系，我爸终于在离荣城不远的江城找到了一瓶特效药，但我们远在海城，根本赶不及过去。彼时，我们家还是很相信唐宇浩的，自然而然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了他。而他呢，嘴上答应的漂亮，背地里却因为和许青青厮混，耽误了时间。要送到医院的时候，我奶奶已经走了。她跪在我们全家面前，声泪俱下的道歉认错，甚至不惜扇自己几个耳光，说路上太堵了。看她愧疚如此，我们都原谅了她。谁知道，在我收集她出轨证据的时候，看到那令我们全家心痛的日子里，她和许青青正不知天地为何物。我太了解唐宇浩了，所以一个计划在我脑子里初步形成，只是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你家村子里现在应该也知道你的光辉事迹了，我好心提醒唐宇浩。我妈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是在村里抬不起头，走到哪儿都被人骂了。叶文，你真的要这么狠毒吗？我妈她年纪大了，我求求你，这你就心疼了。当初我奶奶命悬一线，躺在病床上等着救命药的时候，你在干嘛？叶文，你都知道了，隔着窗户，唐宇浩声嘶力竭。怎么说呢？天道好轮回吧。我不再理会，挂了电话，转身离开。外面天气正好，彻底和消耗我的人和事告别，我感觉一身轻松，未来一定会更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